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那你们也知道 KVK 已经结束了嘛，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跟大家讲一下我在这个赛季里面所使用的搭配，然后发现到的一些问题之类的。因为有不少的玩家好奇我的贞德威廉到底表现得怎么样。那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中呢也是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很多统帅的报告啊，出来的表现怎么样等等的。其实我的贞德威廉的报告呢，其实是 OK 的，没有算很糟糕啦。当然有时候会比较糟糕啦，前提是你可能被敌人打的时候会比较亏一点。但是如果不被打的情况下，其实他表现还是 OK 的。就比方说像这个报告，这一份报告，这一份报告，这一份报告，就是多数情况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战损比呢，其实都是在1:1左右啊，又或者是可以赚得更多，取决于你的敌人他在用什么模式跟你战斗。那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所打的目标呢，全部都是93的部队。那各位知道93人很多的，你要打到赚的报告是很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开始我给你们看了一些贞德搭配威廉的报告是比较糟糕，因为可能敌人他追着我来打，或者是我的队友把我抛在后面不理我了，所以我的报告才会这么糟糕。但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呢，一般贞德威廉的报告呢不会到很糟糕啦。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报告都是亏的，因为他优先被打死，这个没有办法，你们要控制骑兵他走的速度。因为我这一次所使用的骑兵搭配呢，其实有3队骑兵啊，那你们可以看到白起的报告也是一样，就是被敌人给打死。那你会不会得出一种总结，就觉得说啊，白起不行了这样子呢？当然不会嘛。那我实际个人用下来，贞德威廉是 OK 的，没有什么问题的。最主要为什么我要使用贞德威廉这个组合呢？因为之前的话我可能是用霍去病搭配贞德，那确实如果你用霍去病的话，其实它的爆发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它还是有那个限制，就比方说出门了之后30秒它的提升会比较高一点，但是过了30秒之后它的提升就没有这么多。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啊，就是它会把它那个技能给充值。各位也知道我们在仙符王国你打那个敌人，其实他很快就死掉了，就变成说很大可能你的霍去病他的怒气是没有办法满的情况下去释放你的技能。因为我的战斗方式呢就是站在原地去跟敌人对打。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呢，你们可以自己去找我的直播画面来看啊，我多数情况都是会演示给大家看啊，我是怎么打，就是我会把我的部队全部集中在一起，这样子去打敌人，就是我会比较少拉扯，所以我的贞德比较少情况就是会直接冲入敌人啊，除非是说敌人他们是直接冲到我的面上，我是来不及站着原地跟他们打的话，才有可能我也会一直连续点我的敌人，然后我的骑兵才会冲入人群里面。当然是会有意外发生啦，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顺利的，但我给大家知道我是怎样打架的。所以基本上我的霍去病呢是肯定可以释放到技能的。那最麻烦的就是他释放技能的时候，可能对方已经死掉了，或者是他可能拉得比较远，你的怒气断掉了哦，又要重新叠加过，就变成说你释放的不是这么好。最重要还是霍去病他是属于单体统帅啊，他的那个伤害呢可能没有办法打到多个目标。如果你用贞德的话，至少它是闪行范围 AOE， 用威廉它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长方形3公分的。因为像我的战斗方式的话，我的 AOE 肯定是往敌人那个目标去打的，所以我的威廉是肯定可以释放到技能的。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我不是因为看中他的 AOE 啊，或者是他的伤害什么之类的而去选择贞德威廉那个组合，而是贞德威廉那个组合呢可以帮我提升 buff。 就比方说像贞德，它可以使周围最多3支友方或自己的部队接下来3秒内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还有额外增加20点的怒气，就变成说我的主动技能会释放的比较快，怒气比较容易满。然后威廉的情况也是差不多的，只要他的 AOE 能够顺利打得出，基本上就可以提升我的部队的防御力，还有增加每一秒50点的怒气。最主要还是拿这2个队伍的 buff。 所以一开始呢，其实我也不抱太大的希望，就觉得说啊，真的威廉可能会很惨我是把这个队伍当
当做 buff 来使用的。但是出乎我意料，其实他们表现还可以，因为我是想着说他的报告应该每一次都是很糟糕的，就比方说每一个报告应该都是这样子，跟对方相差了5倍6倍这样。那你们这边也可以看到我那个战斗模式战斗的方法所带来的一些营收啦，就是你可以很顺利的去把你的主动技能给释放了之后，你拿到的战损比就会比较好一点。但很遗憾的就是这个报告我放的比较久啊，1月23号现在都2月了，所以它已经是不可以给我点开，就算点开了也完全看不到争议了。否则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统帅有没有放到技能啊，战斗日志也是没有办法点开了。所以如果各位使用3对骑兵的情况下呢，你们可以像我这样子搭配啦。像我这边的话就是使用贞德搭配威廉，江汉赞搭配阿卡琉斯，还有一个队伍就是用亚瑟搭配赫克托尔。然后赫克托尔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用很多。原本说他那个提升呢应该没有什么效果啦，不过出来的表现还 OK 啦，他又可以搭配步兵、工兵、骑兵使用。因为我试过用赫克托尔搭配工兵，然后拿来搭配步兵，步兵的话我是拿来搭配刘彻，我记得出来效果也是不错。那这一次没有搭配步兵，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孙武嘛，我之前就已经有想过了，如果孙武出现的话，我这个赫克托我就要给其他的骑兵统帅使用。那亚瑟的话，因为阿卡琉斯已经拿去给江汉赞使用了，就变成说亚瑟你要搭配一个连击伤害统帅呢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把赫克托尔拿去给亚瑟搭配。但是亚瑟搭配赫克托尔的表现呢，有时候不太稳定啊，有时候是亏的。但这个问题呢，还是在玩家操控上面啊，还有我自己的队友会把我给出卖，把我丢在原地，然后人就全部跑掉了，所以时常会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啊。如果你们是在一些比较小的王国，或者是你的队友不会把你抛弃的话，可能表现会比较好一点呢。我这边是特别的案例。那关于骑兵的部分呢，暂时是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步兵的部分。那其实我在战斗后期的时候，我步兵剩余很多，因为现在的 KVK 很多骑兵要用到的地方，像现在驻防最强就是用大卫嘛，然后我们有时候旗帜快要被打爆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部队放入旗帜里面去帮忙驻防，就变成说骑兵很快就没了。我原本用3队骑兵就要变成用2队或者是1队骑兵而已。相反的，步兵在这个赛季其实没有什么用到，因为集结你用不到步兵，哥哥被沙普尔一世给克制了嘛，所以前期的时候我只是使用2队的步兵。比较固定的组合呢，就是用白起搭配刘彻，然后用孙武搭配华莱士。虽然我在之前的影片跟大家讲过啊，孙武华莱士的报告不太稳定啦，但如果你已经习惯他的操作，或者是像我这样子操作，就是定点站着打，有固定输出的话，其实孙武搭配华莱士是 OK， 问题不是很大。虽然没有比起用孙武搭配白起来的赚得多啦，但是我们现在搭配呢是讲求比较平衡的。当然如果你只是使用1队步兵的情况下，孙武搭配白起这个是不二选择。又或者是你不担心你的孙武容易被人家集火的话，其实我个人更加推荐的就是用孙武搭配刘彻，他的技能释放速度会比起孙武搭配白起还要来得更快。当然这个是一个部队而已啦，如果你们用2个部队的话，可以像我这样子组合搭配。又或者你没有华莱士的情况下，选择赫克托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培养赫克托尔啦，我也不知道赫克托尔可以用多久。但是我刚刚讲的，我在后期呢就开始用3队步兵了。在之前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过啊 ，CP 是真的很烂很烂很烂的。但是我后期没有其他的兵种，只剩下步兵可以用的时候，我又把它拿出来用了，用 CP 搭配朗纳尔，那个报告是烂得比我的贞德威廉还要更加烂，是烂得不能再烂的那一种。所以我还是再一次的跟大家讲，不要再使用 CP 搭配朗纳尔了，你的报告只会很糟糕而已。当然这是我的情况啦，我的敌人是93啦，那你们可能会不一样，这个我不知道啦，反正我自己用下来已经是很烂很烂了的，这个我在1年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至于我的工兵统帅的话就没有变化太多，就是固定用秦始皇搭配李成规，然后诸葛亮就搭配海尔曼这样子。因为主要是因现在工兵统帅能够选择的真的是有点太少了，后期我就用诸葛亮搭配匪类，其实还 OK 啦，就是还是
是可以用啦，但是菲力就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没有像以前这样子可以拿到这么高的战损比。主要是我用诸葛亮搭配海尔曼那个报告真的有一点受不了了，菲力至少还会好一点点啦，所以不出意外的海尔曼这个是真的要移除掉啊，并且跟各位讲一下，强调一点，秦始皇这里还是写单体的，至于我在暗示什么东西呢？聪明的观众应该听得出来了啦。所以这边基本上就是我在这一次 KVK 所使用的搭配组合。我要再次强调因为我这边是先锋王国，我遇到的敌人不一样，然后战斗的方式不一样，也是会有影响到你们的统帅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会选择这个站着的方式去战斗呢，也是逼不得已因为如果你们有在看我直播现场画面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到我的队友到底多会卖自己的队友了，会无端端撤退或者是拉扯，很夸张。如果你不用这个方式去打的话，你是拉不过别人的，除非你是很厉害拉扯的玩家啦。如果你是玩单一兵种的玩家，就今天那个影片参考价值对你们来讲可能并不是很大啦。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看我的全骑兵搭配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因为我近期又做了一些调整。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另外再拍一个影片跟大家说明我是怎么搭配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至于各位对于今天那个影片有什么看法，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